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视大剧《梦中的那片海》明晚首播，肖战领衔，有爆款前置。这部大剧，许多观众应该已经久等了。又是年代剧，一个国剧市场上极其独特的类型。它是几乎是所有类型中能同时兼具家国情怀和百姓生活的最佳载体。去年一部《人世间》拍出了50余年的百姓生活史，收视口碑双炸。今年年初一部《我们的日子》以最质朴的街坊邻里故事，稳稳拿下收视。最近的《人生之路》讲出了一代青年的人生悲喜与命运抉择，在央视一套收视频频破2，几近破3，可以说这2年的年代剧再次站在了国剧的风口上，但有一位年代剧始终没出真正的佳作。昔日年代剧有2大粮仓，一是大东北，代表作《闯关东》，一个就是老北京，那经典更海了去了。上世纪有4世同堂钟鼓楼小井胡同，新世纪以后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叶京导演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和滕文骥导演的血色浪漫。前者留下了京味年代剧最经典的人物群像，后者中刘烨饰演的集蒋一起又带点贫嘴，分分钟一个打几个的中越民一角，更成为年代剧中的经典角色，直接影响了胡八一这个人物的塑造。而这几年京味年代剧虽然陆续有来，但无论是讲述老北京胡同故事的胡同，还是讲述胡同爱情故事的情满九道湾，都让人感到差点意思。京味年代剧就这样了。6月1日，也就是明晚央视8套即将播出的这部新剧，指不定会创造新的惊喜。梦中的那片海，领衔主演肖战，看起来就是一盘硬菜。央视大剧、年代剧、顶流，这3元素单拎出来，哪一个在当下的国剧市场不是有效词？但去年打着老北京旗号的胡同顶流也不缺。说白了，能不能做出正宗的京味剧的看主创用不用心，能不能把京味儿真正拍出来。拍出来了，才能为观众打开一扇时光之门，带领观众抵达梦中的那片海。引子，我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他想要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这是梦中的那片海预告中的2句台词。当男主在晨光中骑着28大杠徐徐而来，这2句台词触动了我。梦中的那片海到底是什么海？编剧徐冰在这里给观众挖了个坑。提起老北京胡同，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什刹海。在充满希望的阳光中，这个从70年代讲起的北京大院的青年的故事，就这么将老北京年代剧的味道徐徐铺开来。预告片中少不了老北京大院里的经典名场面，约架，我肖春生不怕输，就怕人瞧不起我。夜色苍茫中，2票青年踏着初冬的薄冰，成群结队而来。又或者光天化日之下碰上了28大杠一甩，开干。虽然说打架不值得鼓励，但要说当年哪个北京青年没像这么轰轰烈烈的打一场，那确实不好意思说自己经历过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段预告片再配上肖春生那张干净的脸，是要搏击青春的气魄，顿时把一个原本普通的青春励志创业故事增加了几分血肉，升华了意境，俨然成了一群北京青年走出那片海，争风逐浪的年代故事。年代剧的味道就出来了。主创红色编剧徐冰加京味剧大拿富宁，这个年代剧阵容不会再有了。年代剧成败的一大关键就是得找对导演和编剧，甚至可以说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主创，才真的有可能拍出京味年代剧的味道。本剧编剧徐冰
代表作有《红色新世界》等作品。可以说他最擅长的就是年代剧。他还有一部冷门佳作，张嘉译、吴越、董洁主演的8.6分的年代剧《请你原谅我》，由他操刀剧本，信得过。但最关键的还是本剧导演傅宁。傅宁导演出生于北京，自小在北京胡同长大，是专拍北京故事的老手。在他执导的10多部作品中，京味年代剧占了一半。他早期的代表作是2009年的《鸽子哨》和2013年的《全家福》。傅宁的作品充满丰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京味儿，作品都很接地气，但又带着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怀。简单来说，就是够味儿。近几年他执导的京味年代剧口碑不如从前，但关晓彤、赵露思等领衔的《什刹海胡同》等多部以老北京生活为背景的电视剧，收视影响力却远超前作。只能说再好的导演，也不得不在演艺圈大势面前做出取舍，要演技还是要人气，结果明明白白。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傅导的水平。可以说在新派京味影视剧方面，没几个拍得过他。徐冰加傅宁，这是一个真正的双强编导组合，剧集不京味十足都不可能。不过随着傅宁导演在今年1月23日逝去，这个经典主创组合不会再有了。真正经历过老北京，懂老北京，也最能将京味年代剧拍出味道的导演，又少了一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京味年代剧的时代也在渐渐远去。而梦中的那片海，就好像傅宁导演最后一次用自己的作品，向着自己的青春年代和记忆中的那片海完成的最后回眸。3. 故事。人生可不止这一片什刹海，外边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我们。以小见大是年代剧的一大制胜法宝。看近几年的年代剧经典《山海情》《人世间》《大江大河》，镜头聚焦的几乎是小人物，观众们是通过他们人生故事里的酸甜苦辣中见证时代的变迁。从故事上看，梦中的那片海也是一部以小见大的年代剧。该剧的核心主角就是重情重义，一心为了身边所有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肖春生肖战饰演。他与好兄弟叶国华和陈鸿钧等人经历了高考、下海、创业等发展阶段，在彼此相互扶持的过程中找到了奋斗的意义。透过这群70年代北京青年命运起落的故事，又展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一辈人的生活缩影。不难看出剧情的2大重点，一是老北京一群年轻人的奋斗历程。剧情以年轻人的视角为切入点，用青春、奋斗来当作底色，展现的是青葱岁月的大院往事，纯真年代的热血青春。那是年代剧最偏爱的时代，经济开始起飞，机会暗流涌动。有的青年选择突破自我，拼命读书，有的青年选择背水一战下海经商。人们躺在什刹海的冰天雪地，抬头仰望着最蓝的天，畅想的未来，换的是最滚烫的真心。而当岁月变迁，他们又在商场上再度相逢。那些你熟知的京味年代叙事关键词它都有，戏剧性确实炸裂。2是男主的励志创业经历。故事简介和预告片中可以感受到，这是典型的年代情感剧。而就像许多年代剧一样，虽然是群像剧，但主角的经历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本剧男主肖春生的名字已经代表了角色的人生经历和他承载的故事主题——春生万物。男主和血色浪漫中岳民的际遇有些类似，混过什刹海，干过架，当过兵，后又坐上改革开放的车，下海做了生意，一生跌宕起伏。预告片有个镜头是听完电话那头消息的春生振臂高呼：“哥几个，成了！”这显然是男主创业历程的一部分。全剧就是以男主的视角
回顾那个艰难却又欣欣向荣的时代。从这些充满时代烙印的镜头里，可以窥见那个年代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比起过于繁华的年代，更逼真的始终是其中的人以及他们的际遇。4. 阵容。好故事离不开好编剧，离不开好导演，也离不开好演员。年代剧的选角尤其讲究，一是要合适，即看演员的年龄、状态、气质是不是适合角色；二是要对路，即这个演员能不能演出那个年代的精神风貌。之前好几部年轻演员担纲的年代剧，之所以有观众看了觉得没味道，并不是演技不行，也不是不符合角色。问题是年代剧有种微妙的氛围感，有些年轻演员一出场，那张脸，那一身细皮嫩肉，就好像不该出现在故事那个年代里，观众无法相信他的角色，当然也就出戏了。梦中的那片海选角到底行不行？挨个说。第1位，全剧最关键的演员肖战。肖战是凭古偶一角崛起的，但走红后的肖战却并没有继续将古偶的路走到底，而是一转身接连挑战了2部年代剧。下部戏又是徐克多年后的武侠大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能接下这部戏本身也证明了肖战的顶流身份。王牌部队开播前，许多观众质疑他看起来不像个兵，但事实证明他扛住了这个角色。我认为这个角色也证明了肖战的可塑性，他很可能是这波流量小生中最擅长年代剧的那个。这部肖战演肖春生这个角色，有个最大的先天弱点，就是他不是北京人，也没经历那个年代。如果他刻意去模仿刘烨、佟大为那种演法，那就做作了。但好在肖战是用自己的方式演出了肖春生，给人的感觉非常自然。而他俊朗的外形、干净的气质又天然适合年代剧。这次他饰演的肖春生，从一双眼睛里就能看出人物对未来的期盼，每个镜头扑面而来的都是一股年轻热血的劲儿。军绿棉大衣一穿，再围个厚围脖，北京小爷的小劲不就马上来了？从热血北京小伙到事业有成的丈夫、父亲，要把肖春生这个角色不同阶段的感觉都刻画得很精准，是场表演挑战。但演好了，才能证明肖战的演技真正完成了蜕变。和过去一样，我认为肖战角色塑造的杀手锏还是他的眼神戏，他的眼神里藏着70年代北京青年该有的样子。第2位，李沁。李沁上一部年代剧《人生之路》中的扮相受到了不小的质疑，扎着2个麻花辫，脸色发黑发黄，过度扮丑反而过犹不及，造型不对路，他整个表演评价也受了影响。但我认为他的表演整体不差，要说缺点，就是有些用力过猛。因为担心自己不像村姑，表演就容易过度用力。但这次饰演童小梅就没这个问题，扎上2条小辫，年代感就有了。至于胡同女神，李沁的颜值扛起来也毫无压力，对着春生的莞尔一笑，演出了一眼万年的感觉。从预告片看，李沁没用太大的劲儿，就演出了一个文静美好又奋力向上，眼睛里装着星辰大海的姑娘。我认为这个角色会让她的口碑赢回一局。再说配角，第3位，刘瑞麟。从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有了姓名后，刘瑞麟就是不上不下的状态，业内和观众都知道他演技 OK， 但不会把他当演技派。他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剧中都有演出，但扛剧的也不是他。这2年他陆续参演了《且试天下》《听说你喜欢我》等多部热剧，戏韵和演技表现都不错。这次他饰演戏份吃重的男2号叶国华，年轻时有点像男主的影子，一番历练后独挑大梁，一场与老友重逢的戏，一个眼神把角色的人生经历都演了出来，演技着实不俗，希望这次他能出彩。第4位，张凌心。
这次副导没有像许多年代剧那样找一堆实力派来为年轻演员护航，就连中年角色都少。张凌心演出了其中一位。凭《琅琊榜》中的夏冬为大众熟悉的张凌心，表演可以说古今皆宜。我的前半生中，她演活了凭一己之力养着孩子和老公的罗子群。古语系列中，她演出了一位专业飒爽的女法医。这次她演的是男主他姐萧燕秋，估计少不了揍男主的戏，这说服力杠杠的。第5位，张西林。演戏多年才凭《黎明之前》中的角色出圈的张西林，这几年终于演成了国剧的王牌配角，《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以家人之名》等热剧都有他的身影。张西林的特点是戏路极宽，啥都能演，擅长用一些表演小细节来展现角色性格，并且没有表演痕迹。这次他饰演一脸笑香的马主任，估计是支撑男主创业的关键人物。预告片中角色就很有喜感，希望这位老戏骨再留下一个经典角色。最后说说本剧表演的最大未知数，鲁诺。最近几部剧鲁诺的表现难言精彩，不过我的预计是这次鲁诺表演不会差。他饰演的齐天是男主在大院时期的主要掐架对手。鲁诺最近几部剧的表演评价一般，是因为演什么都显得邪魅狂狷，而这次他的角色本身该有这些特点，气质对路了，演技翻身仗也就来了。5. 胜算。新老面孔联袂的精卫剧怎么出爆款？这部剧或许可以打个样。开头提到，国产精卫年代剧里的口碑佳作，大部分集中在上世纪80、90年代到本世纪前几年。过去的2年里，年代剧再次成为了国产剧中的常规类型，可精卫年代剧却在难出经典。上一部令观众满意的精卫剧爆款，还停留在2006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哪怕是上一部口碑剧，也已经是2015年的情满四合院。为什么精卫剧复苏这么难？其一，精卫剧对剧本品质要求极高，要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那样以小见大地体现一代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难。其二，对年代氛围要求太高，一般的年代剧用场景还原年代特点就够了，精卫剧还要把独特的氛围拉满。其三，演技质感要求高，能够撑得起精卫年代剧这样厚重的题材，必须要实力派演员与戏骨的演技保障，但将京都卫年代人物群像塑造到位，光演技还不够，还要有那个味，这太难了，没学到精髓，一不小心就成了四不像。回看之前的精卫剧经典，大多由何冰、刘烨这样的实力派出演。何冰本身就是北京人，一口地道北京腔；刘烨是长春人，但扮相和气质可以说与角色高度吻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精卫剧也需要传承的同时实现创新。新老面孔联袂的精卫剧，怎么赢得这届观众的喜欢？梦中的那片海，或许可以打个样。比起当年的一口京片，傅宁导演更着力塑造的，其实是一种年代感的氛围。它并不是简单的提醒观众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也不仅是老物件，用流行歌曲拨动观众的记忆，而是让观众能够抽离当下，进入人物所处的时代处境，那个氛围是什么，主角在经历什么，他又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一句话，精卫年代剧首先的让人看到年代。预告片中和着悠长的音乐，有轨电车、28大杠、老式西装等等悉数展现，彰显了年代特色，也凸显了什刹海河那一代青年过去几十年的大变化。对于剧中的这些画面，不同年代的人的感受也不同。年长一点的观众可能看到的是自己，而年轻一点的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观众，是沉浸在了氛围中。这届年轻人的长辈大多数是年代剧人物的结合体，可能下过海，吃过苦，
生活给过毒打，也给过甜枣，不变的是他们极少会丧，始终都是充满干劲。干杯吧，朋友！那种面貌好像独属于那个年代，就像剧里的那些年轻人，不管人生的路有多么曲折，杯子一碰，精气神就回来了。梦中的那片海，就是体现一代青年风貌的时代曲，拼搏、奋斗，永远热血沸腾。如果从肖春生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那这剧肯定就成了。